嫩滑的豆腐大家都不陌生，可是您吃过口感脆爽的豆腐吗？本期健康新时代就教您做千叶豆腐。这千叶豆腐跟其他豆腐有何不同？为什么会有脆爽的口感呢？用千叶豆腐制作的无敌豆腐到底有何无敌之处呢？更有孙大厨带来的自制无敌秘制酱，不需加调料就能烹制出香鲜辣的独特口感，您一定不能错过。墨鱼丸大家都非常爱吃，可是在家如何能烹制出嫩滑 Q 弹的墨鱼丸呢？制作墨鱼丸要注意些什么呢？什么样的水温能保证墨鱼丸不碎不散呢？走进健康新时代，快乐生活吃出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就是每天带给你好味道以及很多养生知识的健康新时代，我是大嘴。今天这里是大厨烹小菜。说起豆腐，一般呢都是一种比较家常的食材了。我们在家里面喜欢拌着吃，或者说炖着吃、煮着吃，哪怕是用酱直接蘸着，也都非常好吃。那今天这里呢，教你做的是千叶豆腐，而且呢，我们给它起一个很无敌的名字，就叫它无敌豆腐。据说这豆腐啊，经过我们孙大厨之手呢，煎完之后、炸完之后不变颜色，而且这豆腐本身的特质呢，跟其他豆腐比较起来，还有一点不一样的地方。怎么做呢？今天给您请来的是中国烹饪大师孙大厨，教你来做美食，欢迎孙厨。大家好，今天说第一道菜是做豆腐，哎，孙厨这个是千叶豆腐，对，还是无敌的，对，是很无敌吗？无敌，就是什么豆腐都比不上，什么豆腐都比不上它。豆腐有营养，哎，这豆腐又是什么豆腐都比不上的豆腐。那么有什么样的营养呢？给您解答这些问题的是营养健康老师，给您请来的是郑老师，欢迎郑老师。大家好。说了这么多，这千叶豆腐该怎么做呢？孙厨，咱给他改个刀，好不好？无敌豆腐推荐理由：烹出豆腐的别样滋味。脆爽的千叶豆腐虽经过油炸，却并不油腻。自制的秘制酱料不需特别调味，就能赋予豆腐无敌美味。无敌豆腐用到的主料有千叶豆腐、香葱、红椒。这个千叶豆腐有什么样的特质？这个千叶豆腐吧，它这个吧，就是与其他豆腐不一样的地方吧，是第一是它的口感，它是什么样的口感？它的口感吧比较爽脆，不是嫩滑。豆腐是爽脆的啊，不是滑滑的那种，滑滑的。再一个，这个豆腐粥为什么有这种口感嘛？它就是说里是有我们那种冻豆腐，类似于冻的，它把它的海水豆腐制作过程中的时间吧，把它的水分给压缩了，压缩水分了。说是这个冻豆腐吧，但是比冻豆腐吧，这个口感要脆一些。咱这样，咱给改刀，我们看看这侧面，咱就能知道是怎么个情况。赶快给它切开。对，豆腐卖回来以后吧，就是这个形状。那么我们改刀也方便，直接顶刀切就可以了。你看这豆腐多敦实哈，对，砰砰的。你看这，我感觉您切的时候都有快感，是不是？是，你看这个豆腐就。但是切开之后发现，它这个内是豆腐，我们不敢切轻轻的切，这个你快一点的切就行。就是让你越切越开心的那种。对呀。您看这豆腐切开之后，发现里面还是有很多孔隙的。对，确实有一点点像哈那种比较细的那种冻豆腐。豆腐的不同的加工方法。没错。类似于一点点豆干的简单。好，这样的话基本就切完了。切完了以后吧。这个正常把它放在一边。好，豆腐啊，咱在家里的吃法千变万化，但大多数都是围绕着什么？您家里吃什么？我经常像这个季节，我跟白菜一起炖。白菜炖豆腐，家常菜好吃也。然后打个汤啊，打个汤，用点其他的豆腐，比如内酯豆腐。没错，这千叶豆腐真没吃过。哎，这无敌究竟无敌在哪里呢？一会儿孙厨一点一点的告诉你。这个无敌豆腐吧，不但它的豆腐的质量跟口感无敌，那么今天还有一种秘制无敌酱，用这种秘制无敌酱来炒这个无敌豆腐，就我们无敌完美无敌。对，没错。这边吧，我们这种酱吧，要选的这个干辣椒，这个豆这是个辣的酱，然后这个还有这个海米葱姜就可以了。又有海米，又有这个肉丝的，还有点辣椒，对，还有点这个姜和葱，切细丝吗？这是切丁就可以。这是个肉酱和海鲜酱的完美结合，就是无敌豆腐得配无敌酱，这边教你做的是无敌酱，看到没？我们这海米得改一个刀，对，这样小粒就行了，小细末。把这个海米呀回来以后吧，要把它泡一下，稍微软一下，然后把一些泥沙吧，
对，也把它泡一下。其实今天我们这个无敌的这个豆腐啊，用的是千叶豆腐。其实不管你是吃千叶豆腐也好，还是吃卤水豆腐也好，还是吃这种内酯豆腐也好，豆腐是有营养的。没错。古人就知道，怎么讲这话？古人讲，这个豆腐呢又被称为植物肉，没错当然不是我这么说的啊，我们给它翻译成这个现代文就是植物肉。植物肉，其实它名不虚传，为什么老说它是植物肉呢？因为在我们营养学当中哈，这个豆腐和这个鱼虾也好，还是猪牛羊肉也好，可以媲美。哎呦，这个点体现在蛋白质方面，蛋白质含量非常高。而且这个你像豆腐，每100克当中的豆腐当中含有就将近15克的蛋白质，这个量就比较高了。比较高。这个你像我们看到的这个猪肉，也就是15克、16克、17克这样的。怪不得是植物肉。对，所以蛋白质，而且是一种优质蛋白，非常好消化吸收的。第二个方面呢，你像千叶豆腐呀，也要经过这个南豆腐也好、北豆腐也好加工过来的，它具备豆腐当中的这个凝固剂，就是含钙，所以说它里面的这个钙质成分含量非常高。你像每100克的豆腐当中含有的钙质呢，要比牛奶啊同等的牛奶要高出将近这个1倍的样子。哇，还是个补钙的好食材。对，简单豆腐还能补钙。对，没错，就因为它用的是凝固剂，来点它。这边我们把豆腐改好刀了，这边我们处理这个酱的小料，这个酱也基本切好了。首先吧，我们锅里吧放好油以后，把这个肉吧，把它煸香，煸香它。好，炒一炒它。这个过程啊是做这个酱料的。其实这个酱料你做好了之后，也可以烹很多别的菜肴，是不是？是，对，可以做很多的菜。一般我们在处理的时候都喜欢先在锅里先把这个葱姜爆一个锅，为什么咱先把这肉放进去来回炒？这个肉吧，先把它这个里边的这个油脂吧，把它爆出来，然后把这个肉吧，把它煸干了，它吃起来吧口感比较好。哎呦，干的那种，就是小肉丁、小肉酥子的感觉。对，小肉酥的感觉。对，你看这个基本变颜色，变颜色了。变颜色放干了以后，海米放上点海米。海米也是肉末的这种。然后葱姜吧放上去，把它炒香。哎，这周不放辣椒。一会儿。好，炒香它。其实今天做这无敌豆腐啊，我觉得很适合在过年的时候，或者说一起呢享受节日的时候，桌上点缀一下它。因为在南方很多城市都是过年或者过节的时候得吃豆腐，代表着兜福的意思。对。可是您在家里，这个豆腐翻来覆去那几种做法，您觉得好像是大年30或者说过节的时候端不上您这个年夜饭的这个桌上，不如做个无敌豆腐。对，我们增加一些生活的情趣。把这个辣椒放上去吧，葱姜吧，把它煸香了它。这个在炒它的时候，火力是火力要小火，小火，把它慢慢的煸干了，煸香了。哎呦，别说这海米啊，煸完之后还真挺鲜的。对。好，这就差不多了。这个感觉出来的其实还不是特别像我们传统意义上的那种酱，有点像什么？像是一个小调料的感觉，炸好的料。对，好嘞，炒好了，放在一边。我觉得这可以尝一尝，是吗？来，我来试一下。尝蜜汁酱。哦，这是蜜汁酱，无敌酱。无敌这个酱吧，因为有肉的香味，跟海绵的鲜味，跟辣椒的辣味，跟我们葱姜的一种料调的一个味，香腥味，这个菜吧，不用加盐，不用加调，就靠这个酱来调，因为它的肉的香味跟那海绵的咸味吧都有了，对，所以不用加，挺好吃的，本来咱们吃完之后呢，会觉得这个味道，吃在嘴中的时候会有点辣乎乎的。听了刚才孙主任这么一说，还真是很香的那种感觉，细细体会，是很棒，香鲜辣。那这边我们把油准备好，准备倒油，好，来点油吧。我们要炸豆腐吗？炸豆腐，好，豆腐炸的。今天用的油啊，也是健康新时代给您重磅推荐的，那就是胡姬花的古法小炸花生油。这油呢有这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特点，就是油盐少，对身体很健康，而且是用古代这种压榨油的方式把它炸出来的，很棒。我们在这个油温什么程度的时候，把这一批这个油温吧，就是说稍微一定高一点，在这个7、8成热，7、8成热。那么说如果到7成、8成了吧，它就稍微有点冒这个青烟，冒青烟了，然后这个油温吧试就试出来，它的温度还是比较高。我觉得现在可以了，不用试，对，冒青烟了有一点点。好，那么我们先下一个看一看啊。哎呦，油温还可以，这个油温吧就是基本就可以了，一会儿就行了。油温这个可以，这就可以。
好嘞，咱一起下进去炸一炸它，不用拍粉，直接炸这个不用拍粉千叶豆，腐。二次不碎。这豆腐你看在锅里面一炸的时候呢，这个先从边上开始啊起小泡泡的感觉，慢慢的炸着。看看这个豆腐这个现在已经豆腐豆制品吧，我炸成我说实泡泡话呀了，我如果是不是一直盯着你看，我以为是您这豆腐是怎么了，好像要往锅外跑的感觉，都已经烹出来好多，对像炸薯片一样。对对，而且特别可爱。对这豆腐一炸就这样吗？对，一炸就是这样。很出亮的一种而且这食材。个豆腐吧，不拍粉，而且吧，它这个吸收这个油吧也不是很大。对，这个炸到什么程度？我觉得现在差不多了。这个差不多了，炸到这个稍微的吧，表面吧金黄就行了。这豆腐这样基本就可以了。好，好了，给它取出来。炸完之后没变颜色，照常洁白，对，是不是还像豆腐原来的颜色？下边吧，我们就开始制作这道菜。哎，开始了。首先留一点滴油，油不要太多了。好，然后吧，把我们这个小料，放上去炒一炒，把我们的小葱段还有辣椒、小料来回炒香它。这时候锅中不用留什么油了。不用小滴油，因为炸豆腐里边放油，然后放了我们的无敌酱，无敌酱啊，炒一炒，好，无敌酱香了。然后把豆腐放上去，速度要快。哦，一定要快，这是快炒的。对火力控制在什么火力呢？大厨？火力靠控制在中火上就行了。这感觉有点像我们平时做这个香菜的感觉，是不是？好，哎，很劲爆的而那种。且吧，要稍微加一点盐，出锅前来一点盐。好，味素，就可以了。好，调一调味道。哇，翻一翻它。还在想着它的口感，不知道什么样的，能不能无敌呢？一会儿先看看这味道怎么样啊？好嘞，出锅。快炒菜。这个火力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孙厨，这个火力不要太旺了，听到没？就是放在这个中火上炒就可以。看似很急躁的一个烹饪的一个环节，实际上呢，火力很平静的。对，你看这颜色都没有变化，没错，我们的食欲已经大增了。没错，我们分碗，哎，赶快尝一尝，来尝无敌豆腐，吃豆腐了，能否无敌呢？来看一看，是，很韧很脆，外皮干干的，而且有点像蛋皮的感觉，对，里面是嫩嫩的那种，对，还不像我们吃豆干那么干，有点像豆干和这个卤水豆腐和海水豆腐中间那种程度，对，很棒，很无敌。您觉得呢？我觉得很好吃。马上孙厨给大家带来第二道无敌的菜了，是什么名字呢？孙厨？是第二道菜给大家带来的是那个菌汤墨鱼丸。菌汤的墨鱼丸。菌汤墨鱼丸推荐理由：营养与美味一网打尽。嫩滑 Q 弹的墨鱼丸，老少皆宜。搭配营养丰富的菌汤，不仅美味加倍，营养搭配更加均衡。菌汤墨鱼丸用到的主料有墨鱼、金针菇、木耳、菜心、魔芋结、胡萝卜。这个首先吧，我们到市场上吧，要首先挑选这个要挑，好一点的这个墨鱼。这个挑选墨鱼的时间吧，首先就是说要看它的整个这个表面吧，这个比较就是说这个亮度吧、光滑度吧，比较好一些，而且吧，一看吧就是新鲜度比较好，反光的这种。对，就这个内脏得要看一下，一看吧也是比较饱满，饱满的这种比如说这个新鲜。这个各个方面内脏一看，有的不新鲜的吧，你就这么拿起来以后吧，内脏肚子里边的一些吧，对，杂物吧就可以给你往下淌出来。那么下边吧，我们就开始制作这个墨鱼胶。好，首先吧，就是说把它的内脏吧，这个头吧给它取下来，但取它的是不是得小心点？这个墨汁对，藏在哪里？它的墨汁吧，它的墨汁吧，一般就是藏在头里边。头里边，你小心点，把那个头攥住了。对。哇，这一个把这个内脏吧，这一个取出来以后吧，把这个皮把这个皮，它这个本身它有这个吧，它本身吧有一个乌鱼壳，而且这个乌鱼壳吧，这个是一种药制品，它可以是一种药制品，它可以止血，可以入药，一种入药的一种，对，就这么把它取下来了，对，取下来啊，取下这个以后吧，它里边的内脏吧很简单，顺着这个地方吧，顺那个边缘一撕就行了，它有黏膜，跟着那个膜，一下就行了。然后把这个地方吧，把它用清水吧，给它冲一下，然后把这个皮很简单，
给它剥开。剥开，剥下，哎呦，这个皮我们是不要剥下以后的。就非常白了。哦，原来是这然后样的。湿水把它一冲，我们就开始把它就是说放在这个搅油机里边了，一搅，把它搅碎它黄里面吧，把它搅成馅儿，我们就可以做。啊，是搅碎的，我以为是给它剁碎，剁碎麻烦，把搅到馅儿里面一搅最后就得了。跟搅油馅一样，搅油馅。现在这个家庭都有，很方便。那好，教会了你怎么处理墨鱼。今天我们在上节目之前呢，已经给大家搅好了一份了，是不是？这边墨鱼胶就刚才我们把这个处理好的墨鱼吧，用广东塔机械吧打上胶，打成胶吧，我们把它打细了以后吧，我们就开始制作这个丸子。好，然后吧，我们为了增加它的香味，去点异味吧，放点葱姜末。哦哟，还有点葱姜末在这个墨鱼丸子里面啊，对对，那真的切的细一点。对，这个葱姜末吧放上就是说，有5克就行了，5克就是一点点，一点点就行了，对，边缘的那提个味儿。对，一点点就行了。葱吧也不要放，也不要过于太多了，也是放5克，5克，放点葱就行了。好，放进去。然后吧，再少加一点味道，少加一点盐，跟味素，再加一点点，就行了。好，现在这些就可以了。底味来一点点盐，别忘了。那么我们把搅好的吧，就开始把味儿吧搅匀了它。接下来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做丸子的步骤了，干嘛给它上劲，是不是？就这么一个方向吧，顺着它搅上劲。搅上劲儿以后吧，它吃起来口感好，而且传的时间吧不容易碎。是不是也要反复摔打？对，要不断的这么摔。对，其实这个摔打是属于是怎样？是属于使这个它相互粘连，就是把它的纤维组织吧，把它粘合在一起，粘合在一起粘合在一起，然后把它的水分往外干一干，干出来以后吧，它就是说它的劲道比较大一些了就。它的这种稳固性更好，对这个肌肉的纤维组织，它可以粘合在一块儿。明白了。那么今天我们做自己的基本就差不多了，就搅匀味就可以了，不要太大的搅。下边我们不把这个搅好调好味的这个墨鱼胶，那么是墨鱼泥来搅哈。我们锅内放上水，这个水要在什么样的一个温度的情况下？这个水吧，那么传丸子吧，那么我以前做节目吧，也给大家讲过，一定不要开锅冷水下锅，就是不是浸熟的这种，是不是？浸熟的这种丸子，这个就是说冒这个龙眼泡，一点一点小龙眼泡就可以了。可是大厨，我想问一下您，有没有一些什么规律？比如说做海鲜丸子必须是浸熟，牛肉丸子必须冷水下锅，有没有这样的规律？不，丸子都是一样，所有丸子都要浸熟，它是最鲜的。对，鲜嫩，它的营养不流失。而且出来的丸子吧，它比较光滑。可我们这边浸熟的同时，我们这个火是不是要给它开到大一点的？不，这个火吧就开到这个小火就行了。小火，然后是开飞开。如果是说大了的话吧，你油还没放上去，它就会给你冲散了。对，这一点很关键。撕开飞开的时候，我们的墨鱼丸呢，把它下进去，火力呢也是很小的时候。如果说你说这个水凉了以后吧，放进去以后吧，它就洒了。对，哎呦。OK， 所以说这个温度吧，传完的温度在家里的时间吧，一定要把它掌握好了它。对，冒那个小泡的时候，冒小泡，而且那泡不要太多的时候。大约我估计这个水的温度吧，就是在这个60度左右，60度左右。哎呦，那就是完全的是水温好，不怎么开的时候。对。其实说起吃这个墨鱼大家都知道，这个我们平时都知道吃这个墨鱼汁，好像被大家炒得很火，说。抑制癌症，然后之后还能使我们菜品鲜美。这句话怎么讲？我们先说说墨鱼吧。墨鱼本身的这个营养的价值。好，墨鱼呢，这个蛋白质含量咱们都知道很高了，是不是？然后胆固醇，有人说也很高，没错。其实大可不用担心，这个墨鱼的胆固醇，因为墨鱼的胆固醇远远不及鸡蛋当中的胆固醇，它也就是130到160毫克之间。这个胆固醇的量要比鸡蛋要低将近1半的量，比鸡蛋要低一些，将近1半的量。就是说大家大可不用担心这个胆固醇的问题。那除了这个
胆固醇的问题呢，我们还要再说一下这个墨鱼当中含有的这些微量元素，尤其是锌和硒含量非常丰富。锌和硒非常丰富，这也就是说，它要比蛤蜊也好，比这个海蛎子也好，它的硒含量都要高一些。硒这种元素好像很流行、很时髦、很快时的一种元素。因为我们多次提到了硒这个元素，它是一种抗氧化的一种元素。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提供我们人体的免疫力和这个降低疾病的发生的这样一种元素，对我们人体非常好。哎呦，能够抗氧化。好，我们知道了这个墨斗的话，这个墨斗鱼的话，我们要知道里面还有墨汁黑黑的。但是研究表明啊，就是那个黑色的东西啊，含有很多的粘多糖和粘蛋白。那这种物质呢，有助于抗癌。抑制癌细胞的扩散的作用。怎么样？我没说错吧？就是这个粘多糖，很多人说它抑制癌症。对，如果有这个有癌变的这种倾向的或者是体质的话，这个我们不要把墨汁丢了，把它留下来。对，把它留下来是有好处的。说这么多哈，我们这边的墨鱼丸已经进熟了，看到没？好像都飘起来了。飘起来基本就熟了。我们把它捞出来，捞出来以后吧，我们用煲好的菌菇汤吧来把它煮。再煮一煮它，记着这个菌菇汤的味道。你用这个原味的汤吧，它的腥味太大了，它就是浸熟了的。对，浸熟了的，它的你看现在它比较光滑，而且吧，它这个它吧不容易老。如果你火大了以后吧，它的口感比较老了。没错，而且很弹的墨鱼丸已经 OK 了。菌菇汤啊已经煲好了，我们的提前煲好了的，再给它热一热。对，那么菌菇汤里边吧，主要是根据个人的口味吧，有放这个香菇的，有放这个其他的一些就是好菇啦、猴头菇啦、都可以，各种口味都可以。其实你看，这属于这蘑菇和我们这个墨鱼的搭配，这种搭配符合我们这个营养学上的这个主张吗？是符合的。你看我们营养学当中哈，这种菌类其实跟其他食物都可以，都可以。那有没有一些墨鱼不适合的搭配？提醒大家。墨鱼不适合的搭配其实不多的，就是几乎是没有的。只是我们需要注意的，这个吃墨鱼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人群他是不太适合吃墨鱼的，我们需要这个注意。我给大家说一下，比如第一个，有过敏体质的人一定要禁忌了。有很多人吃墨鱼是过敏，而且吃海鲜过敏的人，这属于过敏体质。对，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墨鱼它本身呢比较偏寒一些，寒性的东西。那对于这个脾胃本身就是很寒的，一吃点凉的东西肚子就受不了的这些人群，我们就尽可能的不吃，甚至是少吃。对，就这两个方面，其他的人群都是可以的。提醒你，3个男人在这边教你做墨鱼非常好吃的丸子。这样的话，我们把这个提醒你注意。我们把这个木耳啦，还有金针菇全都放进去，还有我们的墨鱼丸子、墨鱼丸子跟墨鱼结，放进去以后吧，放在煲一会儿，菌汤里边把它煲开。好，我们这边大概煲多长时间呢？差不多这个煲吧，就是有5分钟就差不多了。好嘞，5分钟之后，我们就能尝到非常好吃的菌汤墨鱼丸了。这边已经开锅了，也就是说我们的菌汤墨鱼丸可以上桌了。那么再加一下味道，调味。我觉得这墨鱼丸哈，瞬间变大了好多。对，它要吸水膨胀，膨胀好多。来点盐。这个不要就是说这个不要提前加，是不是？对，然后味精、味素加一点，然后胡椒粉，到冬天了，那么加一点胡椒粉吧，比较提味。胡椒粉，好，这基本就差不多了。把味调均匀了，它。墨鱼丸呢，非常的洁白，出锅的时候呢，也感觉很 Q 弹的样子。然后我们用的菜心搭配一下，烫一下，搭配它的色泽。OK， 出锅喽。好嘞，玻璃的器皿当中显得很好看。好，忙碌了半天，刚才呢那只墨鱼又重新游回我们的碗里面去了，但是这时候变了这个状态，变成丸子了，赶快尝一尝，来一起尝一尝喽。好鲜好嫩啊！很弹的，咬在嘴中也很紧实。在家里面的时候，你可以试试哈，非常好吃的菌汤的墨鱼丸，对，真的很棒。关键一点的是，做法简单，很家常，很适合家常来操作。